嘿，各位车友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为啥有些 SUV 贵得跟天价一样？不是说 SUV 就该是实用耐操、载人载货一把罩吗？怎么有些车子开出去，像是把整座银行塞进车厢了咧？今天咱们就来盘点全球10款超贵的 SUV， 还要搞清楚它们到底贵在哪里，性能怎样。准备好了吗？记得订阅和点赞，系好安全带。咱们要开进豪车世界的高速路啦！第10名，保时捷 Cayenne Turbo S E-Hybrid。保时捷这牌子一听就很有贵妇感，对不对？ Cayenne Turbo S E-Hybrid 是保时捷家族的 SUV 扛把子，起价171800美金，差不多是普通人好几年的薪水了。它贵，首先贵在保时捷这3个字，品牌光环一照，价格就先飞上天了。再来，这家伙是混动车，油电双动力，环保又不失暴力，开出去既有面子又有里子，简直是绿能土豪的标配。先说说引擎 ，4.0 升 V8 双涡轮增压引擎加上电动马达，总共670匹马力，扭力900牛顿米，0到100加速只要3.6秒，这速度快到你还没反应过来，车已经飞出去了。科技感也爆棚了，全车塞满高科技，像是主动式空气悬挂、后轮转向系统，开起来稳得像贴在地上，连过弯都像在跳华尔兹。这车虽然不是限量版，但 Turbo S E-Hybrid 是 Cayenne 系列的顶配，买的人不多，开出去回头率超高，贵在稀有感。性能嘛，3个字，超猛爽。这车0到100公里加速3.8秒，极速295公里每小时，开起来像跑车，但又能在全家去露营，实用性跟暴力感兼得。油耗呢？因为有电马达加持，市区跑每100公里12升油左右，比纯油车的 V8 怪兽省油多了。缺点？保养费贵到你会怀疑人生，换个零件可能比你家房租还高，养它得有土豪心态才行。这车开出去，路人感觉就像只看到你车尾灯一闪就不见了，留下一堆羡慕的眼神跟汽油味。第9名，宾利 Bentayga Speed。宾利耶，听到这名字是不是就想到英国贵族下午茶？ Bentayga Speed 起价245000美金，贵得让人想问，这车是镶金的吗？其实还真有点像。宾利这牌子主打奢华，车子从里到外都散发着有钱人专属的气息，光是车漆颜色就有几十种选择，每台车都像艺术品，贵在定制感。它还有个 Speed 称号，意思是速度版，不止豪华，还很能跑。贵还贵在它的手工打造，听说一台 Bentayga 得花好几百小时人工缝制内装，工人手艺好到可以去当裁缝大师了。那么它到底贵在哪？车内全是真皮跟实木装饰，座椅还能按摩，开长途就像躺在5星级酒店的床上。6.0 升 W12 双涡轮引擎，626匹马力，0到100只要3.8秒，这么重的车还能跑这么快，简直是物理学的叛徒。还有就是品牌的逼格，宾利是豪车界的劳斯莱斯弟弟，买它不只是买车，是买身份象征。性能超强，600多匹马力推着2吨多的车身，加速快到像被火箭助推，极速301公里每小时，路上几乎没对手。越野能力也不差，爬坡涉水都行，豪华外表下藏着硬汉灵魂。不过油耗嘛，每100公里24升油，开它得随时准备喂油箱，喝高级饮料。操控性很稳，但别指望它像跑车那么灵活，毕竟它是大块头。开 Bentayga Speed 去买菜，感觉就像穿西装去夜市吃耳阿煎，超有反差萌，但又帅到不行。第8名，兰博基尼 Urus Perform Anti。 兰博基尼这名字一出场就自带超跑光环。 Urus Perform Anti 起价260400美金，贵得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偷偷跑去超跑界混了圈再回来当 SUV。 它是兰博基尼的 SUV 代表作，贵在超跑基因跟限量感。这车不止快，还长得超凶，车头那对犀利的灯像在瞪人，开出去绝对是路上最辣的存在。Urus Perform Anti 有一颗超跑的心脏，
4.0升 V8 双涡轮引擎，666匹马力，这数字是不是很魔性？666，扭力850牛顿米，0到100 3.3秒，猛到不行。外观炸裂，车身线条像战斗机，尾翼跟扩散器一看就知道不是好惹的，贵在帅气值。还有 Urus Perform Anti 比普通 Urus 更稀有，买到它就要加入兰博俱乐部。Urus Perform Anti 性能简直是超跑级 SUV，0到100公里 3.3秒，极速305公里每小时，开起来像在飞，声浪还巨震撼，轰一声路人都吓一跳。越野能力也不弱，能跑沙地爬山坡，但谁会拿这车去越野了？油耗每100公里21升油算合理，但养它得有心理准备，保险费可能比你家 WiFi 费还贵。贵还贵在它的调教跟轻量化设计。Perform Anti 是 Urus 的高性能版，用了更多碳纤维，减重又增力，贵的很有科技含量。这车开出去，感觉像在路上放了个移动的咆哮怪兽，路人看了都想问：大哥，你是来飙车还是来放牛的？第7名，阿斯顿马丁 DBX AM2。阿斯顿马丁007邦德的爱车品牌，够酷了吧？DBX AM2 起价26万1千美金，这车是阿斯顿马丁的 SUV 王牌。AM2 是高性能版，贵得很有运动绅士风范，车身设计优雅又带点野性，开出去就像邦德开着 SUV 去执行任务。阿斯顿马丁 DBX AM2 搭载一颗暴力引擎，4.0升 V8 双涡轮引擎，697匹马力，0到100 3.1秒，动力强到像吃了兴奋剂。奢华内装，真皮座椅，碳纤维饰板，坐进去像进了豪华游艇。性能超猛，0到100公里 3.3秒，极速310公里每小时，开起来又快又稳，悬挂调得像跑车，过弯超有信心。越野能力中等，但谁会在意？油耗每100公里20升油，不算省，但对这性能来说很可以了。缺点是空间比不上传统 SUV， 后排有点挤，开这车去接小孩放学，感觉就像007跑去幼儿园出任务，帅到老师都忘了点名。第6名，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600。迈巴赫耶，这名字一听就很有老板味。GLS 600起价17万0800美金，但顶配随便加点选装就破28万。它贵在迈巴赫这顶级豪华标签，梅赛德斯本来就高级，迈巴赫再加码等于豪中之豪。贵还贵在它的舒适性跟科技，后座有独立空调、按摩座椅、香氛系统，坐进去像进了移动 SPA， 简直是给老板坐的车，开它去接客户超有面子。动力方面 ,4.0 升 V8 双涡轮引擎加电动马达，557匹马力，0到100 4.8秒，不算最快，但够威。毕竟老板的假发不想就这样被风吹走。车内部各装饰闪到不行，轮毂23英寸，贵在 bling bling 感。性能偏舒适，500多匹马力推着这大块头，0到100公里 4.9秒，电子限速，极速250公里每小时，够用但不暴力。越野能力不错，能跑烂路，但重点是豪华感，悬挂软到像踩棉花。油耗每100公里19升油，保养费贵到你会想多存点私房钱。这车后座那么爽，开它去兜风，感觉像在帮老板试车，结果自己也舍不得下车了，超尴尬。第5名，劳斯莱斯 Cullinan。劳斯莱斯，车界的皇帝。Cullinan 起价33万5千美金，贵得让人怀疑它是不是拿钻石当螺丝钉。它贵在无敌奢华跟品牌至尊感，劳斯莱斯一出手就是王者风范。这台 SUV 是他们家第一次玩越野车，贵得很有开天辟地的意义。光是车头的欢庆女神立标就值好几万美金，听说有人偷过，结果发现卖不出去，因为谁敢买劳斯莱斯的二手零件啊？贵还贵在它的定制化，想啥颜色啥内装都能做。有人选了粉红色，内装塞满 Hello Kitty 装饰，贵在随心所欲，完全是有钱人的玩具。再加上手工打造，车内每块皮革每片木头都是大师级工人一针一线缝出来的，
贵的像买了个艺术品。车内全是手工缝制的皮革跟实木，座椅软到像座云朵，门板关起来声音轻得像在耳语，完全没砰砰声。动力超霸气 ，6.75 升 V12 引擎，563匹马力，0到100 5.0秒，推着3吨重的车身还能这么稳，简直是温柔的巨人。开这车简直气场无敌。车长5.3米，宽2米，停在那就像一座小山，开出去路人都得抬头看，贵在震慑力。车内有星空顶，像夜空一样会发光。后座还有香槟冰箱跟水晶杯，贵在贵族生活。这车虽然不是什么限量版，但劳斯莱斯产量少，每台车都像独一无二的珍宝。性能偏豪华，500多匹马力推着3吨的车身，0到100公里 5.2 秒，极速250公里每小时，不算快但够威。重点是舒适感，空气悬挂调得像魔毯，路上有坑都感觉不到，开长途完全不累。越野能力超强，能跑沙漠、爬山坡，甚至涉水60公分。劳斯莱斯还特别设计了越野模式，让你开着豪车去野外撒野。不过谁会真拿它去越野了？大部分买家都拿来当移动办公室或炫富神器。油耗嘛，每100公里24升油，开它得随时准备喂油箱喝高级98汽油，结果自己偷偷在家喝98年的矿泉水。保养费更贵，一个轮胎换下来可能比你家1个月伙食费还高。操控性呢？别指望它像跑车那么灵活，毕竟是大块头，转向慢一点，但稳得像坦克，开起来很有安全感。缺点是后备箱虽然大，但实用性不如传统 SUV， 装满行李还得看你会不会叠积木。开 Cullinan 去夜市买臭豆腐，感觉像皇帝出巡，摊贩看了都吓一跳。哇，这位爷是来吃豆腐还是来包场的？结果你下车拿个水晶杯装珍珠奶茶，逼格直接爆表。第4名，法拉利 Purosangue。法拉利超跑界的红魔 Purosangue 起价39万8千美金，贵得让人怀疑，这 SUV 还是跑车啊？它是法拉利第1台 SUV， 但是法拉利不承认它是台 SUV， 还为它新增了 FUV 这个新的代名词。Purosangue 贵在历史突破跟超跑血统。这名字 Purosangue 是意大利文，意思是纯种马，一听就很有贵族感。车身设计像跑车加高版，车头尖得像剑，车尾翘得像超模，开出去回头率直接破表，贵在帅到没朋友。它的性能调教，法拉利从不做平庸的车，这台 FUV 快到不像话。听说研发团队花了好几年调引擎跟底盘，就是要让它既有 SUV 的实用性，又有超跑的灵魂。还有啊，它的生产量少得可怜，想买得排队，还得看你是不是法拉利的老客户，贵在买不到的痛苦。再加上意大利手工打造，车内每个按钮都像艺术品，贵得让人想问，这车是开还是供起来的？Purosangue 搭载了狂暴引擎，6.5升 V12 自然吸气引擎，725匹马力，扭力716牛顿米，0到100 3.3秒，声浪美到可以当交响乐听。悬挂硬邦邦，操控精准到像在玩赛车游戏，开起来完全不像 SUV。外观4门设计，但车身流线型像2门跑车，红色车漆闪到不行。主动式悬挂，后轮转向，过弯像在跳舞。还有就是数量稀有，法拉利产量严格控制，买到它等于中了豪车彩票。性能炸裂，0到100公里 3.3秒，极速310公里每小时，路上几乎无敌。引擎声浪一响，隔壁车都自觉让道。越野能力一般，能跑点轻度烂路，但谁会拿它去爬山了？这车是为公路生的，悬挂调得硬，抓地力超强，开快车超有信心。油耗每100公里25升油，喝油跟喝水一样，养它得有超跑心态。空间呢？后排有点挤，后备箱也小，装个行李箱就满载，实用性完全输给传统 SUV。操控性是亮点，转向快，反应灵敏，开起来像法拉利的跑车兄弟，只是多了2扇门。缺点是维修费贵到离谱，
听说换个零件得等意大利空运过来，时间跟钱都烧得心痛。还有啊，这车太显眼，开出去容易被围观，想低调都难。开 Purosangue 去载货，感觉像拿法拉利去搬家，帅是帅，但只能塞2箱泡面，第3箱就得绑车顶了。结果你一踩油门，泡面飞出去，路人像丧尸扑着墙。第3名，卡尔曼 King。卡尔曼 King 这名字听起来就很霸王硬上弓，别想歪。起价185万美金，贵得让人怀疑它是不是外星科技造的。这车由卡尔曼汽车打造，是一家超小众的豪华车厂，专做怪兽级 SUV， 贵在限量跟狂野感。全球产量少到1只手都数得过来，买它等于买了个收藏品，贵得像进了土豪博物馆。怪兽的外观，车长5米多，宽2.5米，高2米，棱角分明像变形金刚，停在那像个移动堡垒。动力超神秘，官方没公布具体马力，但传言有700匹以上，0到100约5秒，推着4吨多还能跑，贵在怪力。一看就知道它有装甲加持，防弹玻璃厚的像银行柜台，轮胎防爆，开它去战区都没问题。卡尔曼 King 产量少到全球买家都能开个小会，贵在稀有度。贵还贵在它的设计跟装甲化，车身硬到可以防弹，车重4吨多，开出去像坦克上街。听说这车是中东土豪的最爱，因为它不仅能跑沙漠，还能挡子弹，贵在安全感跟硬汉气。再加上手工打造，每台车都得花好几个月组装。车身线条像科幻电影里的战车，贵得很有未来感。性能很猛，具体数据少，但极速220公里每小时，越野能力超强，能跑沙漠、雪地、烂路、涉水都没问题。动力虽强，但因为车重4吨多，0到100公里得5秒左右，不算快，但推力很猛，开起来像推土机带涡轮。油耗未知，看这体型，估计每100公里35升油都算省了。养它得有石油王子的预算。操控性是弱点，太重了，转向慢得像乌龟爬，市区开很累，但在野外无敌，悬挂硬到可以碾石头。缺点是太高调，开出去像在喊我很有钱，而且我不怕打架。还有啊，这车停哪都占2格停车位，想低调停车都不行。假如你开卡尔曼 King 去逛超市，感觉像开坦克去买菜，停好车走出来，可能旁边的人都问，大哥，你是来买东西还是来占领停车场的？结果你买完东西发现车门被刮了，对方还赔不起。第2名，布加迪 Chiron Super Sport SUV Concept。 布加迪超跑界的速度之王。 Chiron Super Sport SUV Concept 起价280万美金，贵得让人怀疑它是不是拿火箭引擎改装的。这车是布加迪想象中的 SUV 版本，基于 Chiron Super Sport 的技术打造，贵在超跑基因跟奢华暴力感。布加迪本来就以破纪录的速度闻名，现在把这技术塞进 SUV， 贵得像车界的怪胎。布加迪 Chiron Super Sport SUV Concept 搭载了超狂引擎， 8.0 升 W16.4 涡轮引擎，1600匹马力，扭力1600牛顿米，0到100只要2.3秒，贵在暴力心脏。外观有型到炸裂，车身流线型像超跑加高版，碳纤维满满，尾翼还能自动升降，贵在科幻感。还有全车电控悬挂4轮驱动，配上布加迪独家调教，贵在操控之王。内装奢华更是不用说，真皮座椅手工缝制，中控屏幕像战斗机仪表，贵在太空舱体验。全球限量几十台，想买得先证明你有布加迪 VIP 卡。车身设计低趴又霸气，车头那经典马蹄形进气格栅一看就知道是布加迪家族。开出去像在路上放了个移动导弹，再加上手工打造跟顶级材料，车内每个螺丝都像珠宝，贵得让人想问，这车是开还是拿来膜拜的？买到它等于进了速度贵族俱乐部。性能简直是超跑 SUV 的天花板，
0到100公里 2.4秒，极速440公里每小时，快到像在飞，路上没对手。引擎声浪低沉又震撼，开起来像放了个移动音响。越野能力呢？应该不差。布加迪会塞进4驱系统，能跑轻度烂路，但谁会拿它去越野啦？这车是为破纪录跟炫耀生的。悬挂调得硬，抓地力超强，过弯像贴地飞行。油耗嘛，每100公里25升油算不错了。油跟喝果汁一样，养它得有石油大亨的家底。操控性顶级，转向快到像刀切豆腐，开快车超爽，但市区开有点累，毕竟车身宽得像坦克。空间比传统 SUV 大一点，后排能坐人，后备箱也能装行李，但实用性还是输给家用车。缺点是维修费贵到天际，换个轮胎可能比你家房租还高。还有这车太抢眼，开出去怕被偷，得雇保镖盯着。第1名，达马克 Pininfarina Pura Hunter。 达马克 Pininfarina Pura Hunter 起价250万美金，高配版既然要价290万美金，贵得让人怀疑它是不是外星人造的。这车是达马克 DMC 跟意大利设计大师 Pininfarina 合作的超级 SUV， 贵在全球最贵跟超狂性能。它是目前市面上最贵的 SUV， 限量10台，贵的像买栋豪宅加游艇的组合。车名 Hunter 猎人，一听就很有侵略感，开出去像在路上狩猎。贵在它的电力驱动跟未来感，全车纯电，环保又暴力。4颗电动马达加起来1800多匹马力，贵得很有科技霸主的气势。设计上 Pininfarina 出手，车身流线形象超跑，内装全碳纤维，细节美到像科幻电影道具。还有啊，这车限量10台，想买得先证明你有亿万身家。贵在门槛高到天际，4颗电动马达，总共1877匹马力，扭力2300牛顿米，0到100 2.0秒，史上最快 SUV。设计超炸裂，车身像子弹，空气动力学完美，车尾灯细长像猎豹眼睛，贵在艺术感。全车电控系统，自动驾驶辅助，电池续航500公里，贵在未来科技。内装奢华，碳纤维座舱，触控屏幕满满，座椅还能加热通风，贵在太空舱体验。它全球10台，买到它等于加入亿万富豪俱乐部。性能无敌，0到100公里 2.1秒，极速350公里每小时，快到像闪电。加速时推背感强到让你怀疑人生。续航500公里，越野能力超强，能跑沙地、雪地、烂路。电驱动让它爬坡像开挂。没油耗问题，但充电得用超快充，家里没专属充电桩就别想了。操控性顶级，4轮驱动加电控系统，过弯稳得像高铁，抓地力超强。缺点是太贵，一般人只能看照片流口水，还有维修费高到离谱。电池坏了可能得换一整套，成本够买台保时捷。空间呢？后排还算宽敞，但后备箱小，实用性不如传统 SUV。重点是气场，开出去像在喊我是车王，谁敢跟我比。有个买家分享，他开 Hunter 去参加车友会，结果其他车主都不敢靠近，怕被比下去。听说达马克还提供专属服务，买车送私人教练，教你怎么开着电力怪兽。因为太快了，一般人开不好。还有传言，第一台 Hunter 被某国王子买走，直接停在皇宫门口当装饰，贵的连开都不需要。好啦，这10款 SUV 从17万1800美金的保时捷 Cayenne Turbo SE Hybrid 到290万美金的达马克 Pininfarina Pura Hunter， 每台车都贵的有理有据，有的贵在品牌，有的贵在科技，有的贵在限量，有的贵在毫无人性。性能呢？从舒适豪华到暴力狂野，各有特色，总有一款适合你的梦中情车。记得订阅点赞，谢谢观看。以上是我猜你喜欢的影片，快去看看吧，我们下期见。